好，那 OK，那现在的话呢，我说话的声音可以吗？是会比较小，还是需要更大一点呢？好，那我稍微调大一点点哈。好，OK，好，那大家都人齐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培训哦那就现在正式开始啦。好，好，早上好，大家好，我是 Harry。OK，那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课程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灯光技巧的这一部分哈。我先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OK，那现在大家有看到我屏幕了吗？OK，好，有看到，那我这边就先开始我们上午的一个灯光的一个分享啊。好，我先打开。对啊，那现在我们正在上课的各位同学的话呢，我们可以按一下我们那个录制哈，按一下我们那个录制，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呢也会同步录制的，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视频整理，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大家也可以看。但是呢，大家每一个人的话呢，都可以在自己的那个，在这个地方哦，可以点一下录制哦，可以点一下录制。对，这样的话呢，你们自己本地也可以生成一个录制的一个文件，也是可以看的。对哈，建议大家都点一下录制哈。OK，好，在这个地方，好，我已经有把权限贡献给了大家了。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上午的一个课程。好，那首先的话呢，我这边来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灯光。那因为呢，我们之前的培训的话呢，我们关于灯光的这一部分的话呢，因为呢，在我们K20里面呢，我们都是默认有几个模板的。你看，我们会有默认有几个模板的灯光，比如说，那我现在这个模板选择的是我们白天写实，白天写实。那其实我们在灯光编辑里面，在软件里面哈，我们里面显示的灯光呢，你看它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射灯啊，包括它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光源啊。然后呢，我们右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是我们的一个参数。那我们白天写实的话呢，我们在同一个场景那我们出来的一个效果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先把这一个PDF 过一遍，等一下呢，我这个文件呢，我会发送给到大家的哈。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白天写实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比如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油光暖白，油光暖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软件里面显示的一个参数你看它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色灯，然后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补的一些灯源，它的亮度的话都会调的会偏高一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油光暖白那个灯光出来的一个效果。好，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第三个要讲的就是呢，其实呢，我们里面的一个灯光的话呢，我们除了有我们的模板自动生成的以外呢，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手动编辑它的一个灯光，然后呢，让它的灯光就因为有时候呢，它的那个射灯很多，它那个射灯很多，你看，包括在这个地方呢，它射灯很多的话呢，它就会显得我们的这些视频非常的苍白。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灯源的话呢，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刚刚那个灯光编辑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去做到这一步。然后呢，你看我们看第三个图，那像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就是把里面灯光也做了一些编辑，我们会把里面的一些射灯适当的减少了很多，然后呢也会把我们的那个主光源在这个地方的亮度把它降低很多。你看它原来的一个亮度它上面的这个图这里的一个亮度呢，它是一个450的。然后呢，我在编辑之后呢，我把它的一个参数你看调整成了一个30，那我们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呢，它就这样子的，它就不会有非常多布光的一个效果。所以呢。
它的灯光啊，hello hello hello，现在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我声音是吧？对，因为刚刚我们同事有跟我说，我这边说话他没有听到有声音，那现在大家都有听到我说话有声音吗？因为现在是有其他反馈是有声音的，OK，那就可以了哈。如果有谁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就跟我说哈，然后呢，我们这边就调整一下，OK，好，那现在大家都听到的话就没问题，那我就继续了哈，OK，好。好，OK，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编辑之后的一个灯光。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呢，它的曝光度是很高的。那我们把这里的曝光调低了之后呢，我们在这里的一个装饰品，包括我们这一部分的氛围，就比较还原我们原来的那个感觉了。好，在这个地方还原我们原来那个感觉。好，那现在的话呢，我先把这份文件发送给到大家，然后呢，我再把我这个场景呢也同步，我把我们这个场景呢也同步发送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一起会在软件里面跟着我一步步来实操一遍，实操一遍。好，OK，好那现在的话呢，我就把它发到我们这个群里哦。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参加会议，那我直接在我们这个Zoom 的这个聊天会议这里在这个地方OK，好，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拿就可以了。一个是呢我们刚刚那个模板一个呢是我们刚刚那个场景文件。OK，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两个下载它，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软件面去把我们这一个场景 XDB 文场景，然后呢先把它打开。在会议室的一个链接这里聊天的这里聊天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这一个文件打开，然后呢，我教大家怎么样去一步步去调整我们这个灯光的一个效果。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所有人先同步我们这一步先。好，我们先在我们的这个会议聊天的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个文件把我们这个文件先下载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在我们的 K20里面呢去打开我们这一个 XDB 文件，去到我现在的这个页面。好，我们现在先大家一起来同步一下，OK。好的，那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步到我现在这个画面了吗？
好，OK。那如果所有人都同步的话，那我就接下来就下一步了哈。OK。好，那我们下一步哈，跟着我来一步一步操作哈，不着急。OK 哈。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去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首先点击我们的一个渲染的这一个步骤哈，渲染这个步骤，好，我们点击它。好，我们点击它之后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普通我们平时渲染的一个页面。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基础的培训的话呢，我们也学过我们这一个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方法。好，渲染的一个方法。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都是我们这个叫做光子渲染。然后呢，极速光子我们现在是用的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渲染速度的非常快哈，非常快，对，但是它效果呢也会比较好一点，也会比较好一点。好，那现在的话呢，就跟着我的一个步骤来哈。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灯光的一个模板。那我们要怎么去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怎么知道就是这一个模板里面的一个灯光它是怎么分布的呢？首先呢，比如说哈，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好，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油光暖白，好，选择一个油光暖白。好，好，不要着急哈，跟着我的步骤来就可以了哈，一步一步哈，你先不要跳级，因为跳级的话呢，等下你可能倒回来的话会比较难，你不知道刚刚讲到哪里哈，跟着我操作就可以了哈。首先我们选这个油光暖白，好，那选完之后呢，我们在左下角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叫做自定义灯光哈，在这个地方自定义灯光，có cả mấy người ở Malaysia. 好，有看到吗？好，自定义灯光在这个地方。好，OK，好，在这个地方哈，自定义灯光。好，那如果是有用英文版的话呢，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就算你用英文版的话呢，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呢，它还是一样的哈，这个页面还是一样的。OK，只不过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些有个暖白的话呢，它可能就变成一些英文而已。好，没关系的，操作的步骤还是一样的哈。OK，那我们现在呢就选择我们这个自定义灯光哈，点击它。好，点击它进去之后呢，我们这里呢，你看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新建的一个灯光模板。好，新建的一个灯光模板。然后呢，我们先选择我们的一个油光暖白，然后呢，我们按我们的一个确定，按确定，按确定。好，然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一个页面了。好，进入到我们这一个页面，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原来的一个设定哦。比如说它，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在 PDF 里面有讲到，这个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模板它原来的一些灯光的设定，原来灯光的一些设定。比如说，你看这个呢是油光暖白，油光暖白的话，那它为什么出来的效果它会偏黄一点呢？它出来的效果会偏黄一点，那是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哦，它有两个主的一个光源哈，在它的顶上有两个主光源。那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我们这里的颜色哦，你看它每一个的主光源，它都是选择一个偏黄色，啊，它它都是一个黄色。你看它这个亮度的话呢，这个亮度的话呢是稍微低一点点的，但是它这个比较小的光源的话，这一个的亮度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它会变成了一个450的，会变成了一个四百五的。所以呢，它出来的整个感觉的话呢，在我们暖光油白里面的话呢，它出来的整个感觉它是会稍微偏暗一点，偏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灯光设置，好，它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先了解它每一个模板的一个灯光的原理哈。OK，好，那这个呢就是暖光油白的一个它为什么出来会偏暗偏黄，就是因为它的顶光的这一个参数。OK，好，那这个呢是暖光油白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白天写实的，那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左上角这个地方，好，选择一个白天写实。
好，就是旁边这个模板哈，白天写实这个模板。好，那我们就按一个确定，按一个确定。OK，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们这个叫做白天写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模板。你看，我们首先点击它的一个顶光的这一块哦，你看它这里的颜色的话呢，它就没有偏暗，它是偏白的，所以呢，你看它的顶上面这里啊，它是默认是一个白色，默认是一个白色。但是呢，它这里的模板的话呢，它所有的一些顶灯，就是这些射灯啊，你看它都在这个地方啊，都在同一个区域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这里这种效果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在出图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选择这个模板出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床尾到电视柜这一部分灯源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呢，它就会稍微比较更亮一点，更亮一点。然后呢，我们对比我们的一个 PDF 我们对比一下 PDF。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第一个，像这个呢，就叫做白天写实。好，大家也可以打开你们的那一个PDF 看看白天写实，你看这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效果图，好，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它就会非常集中的集中比较多的一个灯光，所以呢，看上去这里的就是这里的色灯呢，它就会偏多，然后呢，会令到我们这里的装饰品啊，它稍微会有点失真，这个地方，好，它稍微会有点失真。对，然后呢，我们的一个灯光的原理的话呢，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里面的每一个灯光的一个原理。好，我们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在左边哦，灯光编辑的这里哦，你看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还有太阳光，还有光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的一个光源。然后你看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点像我们如果像有一些，如果像有一些同学的话呢，他会用到3D 或者 SketchUp 的话呢，那我们对这种光源的话呢，就非常的又爱又恨了哈。我们会对这种，因为呢，我们在里面我们需要调整非常多的一些灯光哈，我们才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好，你看像这些也是，但是呢，在我们 K20里面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像我们的一个像这些的参数的话呢，我们基本上目前来说不需要很特别的一些处理不需要很特别的一些处理。那现在的话呢，我就教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里面的参数，主要是调整哪几个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不需要调整非常多的一些参数的。那首先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有进入到我们这个模板了，对吧？已进入到我们这个模板，然后呢，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呢，它退出去哦，它会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那我现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灯光的模板，那我这里的话，就是我这个地方，我只是想看一下它，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调整。当我退出去的时候呢，当我退出去的时候呢，它这里呢会要求我。一定要把这个模板先保存再退出先保存再退出。对，所以呢，我们这里的一个步骤的话呢，就无论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灯光编辑进入到我们这个灯光编辑的页面之后呢，那我们要退出去的时候，无论我们这个灯光的模板你有没有编辑过，无论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都一样要先保存，然后呢才能退出。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动过。好，那我们就先保存那我们就先保存。OK，大家跟着我的步骤一起先保存。OK，保存完之后呢，我们再按我们这个退出。好，先保存再退出。好，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灯光左边左边工具栏这里，我们会在我们灯光模板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像这一个呢一的话呢是我原来调整的这一个模板，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模板，刚刚的一个模板。刚刚我们什么都没有调整的那一个模板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要删除它的话呢，它这里的话呢也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们不能点击，就比如说我想删除我们刚刚没有调整过的这个模板，那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看它是没有删除键的。
直接点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删除键的，所以呢，我们要删除这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点击另外一个，好，我们要点击另外一个模板，然后呢，我们再把鼠标移动到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模板，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刚刚这个模板这个地方啊，你看啊，看我的鼠标哈，在这里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删除键的，在这个地方。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一起哈，我们先把这个模板，因为呢，我们刚刚这个模板是没有保存过的哈，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先把这个删掉。好，我们这一步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去设置我们这个灯光的模板啊。OK，我们先把这一个删除，先把这一步删除。OK，好，按确定。然后呢，我们现在去重新去设置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模板哈。现在的话呢，我们统一来我们这个暖光暖光有白这个模板，好，选机这个油光暖白这个模板，好，选择它，我们再进去我们这个自定义灯光，好，那我们再进入我们这个自定义灯光，好，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油光暖白然后呢，我们再进去，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好，我们回到这个页面。OK，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好，那回到这个页面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来编辑我们这个灯光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会觉得这里呢，它有两个片面的一个灯光啊，那我觉得它会有点多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删掉这一个不需要那么多，我们可以删掉比较大的这一块，把这块删掉。OK，把这块删掉。好，先把这一块删掉跟着我的步骤来，把这块删掉。然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剩下的这一片剩下的这个灯光，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移动到中间一点点中间一点点，让它不要偏在一个角落，就让这个光源覆盖到我们整个空间，覆盖到整个空间。OK，然后呢，我们在亮度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在右边工具栏这里，右边工具栏在亮度这个地方，它现在的话呢是一个450，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太大了，太大了。OK，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它调整成一个你30，你啊念了，哈，调整成一个30，让它变小一点，让它变小一点，这个亮度调整成一个30。调整成一个30，OK。好，那我们把这一步调整完之后，那基本上的话呢，我们的一个顶灯就已经也调整完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调整其他参数了。对，因为呢，我们这个 K20的话呢，相对比我们其他的元件的话呢，我们的灯光操作的调整的这一块呢，我们也不用太复杂，不用设定很多的一些参数的，大家就跟着我的步骤我调整哪里，大家就跟着我调整哪里就可以了，那你就会初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如果你之后呢还想研究的话呢，就可以自己慢慢再去研究这些模板现在的话呢，就先跟着我的一个步骤。OK，那我们先把亮度这个地方调整成一个30，调整成一个30。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下一步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我们这个空间的射灯它会有点过多了，这个地方它有点过多了，所以呢，我需要删掉一点比如说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一个射灯我不需要它，我们要把这个删掉。好，把这个删掉之后呢，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也是有点过多了这个地方也是有点过多了，在我们衣柜这里我觉得两个就已经有足够了，两个就已经足够了。好，那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移动到我们床边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衣柜这个地方就保留两个就可以了。好，OK，好。
其实，在我们K20之前的上一个版本呢，我们是一个本地版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些灯光呢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它确实会有点类似于3D 或者 SketchUp 的一个方式啦。好，那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射灯调整完之后，那其他的一些参数，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把鼠标滑一下换小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窗外它也会有一些灯源的，在窗外它也会有一些光源的这个地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窗外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调整了。好，我们就不需要去调整这一块了。对，因为这块调整完之后呢，无论我们外面是暗一点还是亮一点的话呢，对于我们整体的感觉来说区别不大的所以呢，我们窗外这个灯光是不需要调整的不需要调整的。所以呢，我们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主要调整的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顶灯。好，我们要看一下它的顶灯的一个参数有没有很亮，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如果你想要它明亮一点的话呢，你就把这里的颜色改成白色；如果你想要它暖一点的话呢，就把这里的颜色改成一个黄色改成一个黄色。对，改成一个黄色。那建议大家用黄色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一个效果来说可能会好一点。白色的话呢，我们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呢，大几率可能会偏白一点，会偏白一点。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把这一个参数调整好，调整好。好的，我们这一步大家都有做好了吗？我们这一步。好，我们这一步大家有调整好了吗？大家都有调整成我现在调整的这一个样子了吗？好的，好，那我们把这一步调整完之后的话，那我们继续了OK，调整完之后呢，那我们就按我们刚刚的一个步骤我们先保存。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调整的一个模板，那我们就先保存。OK，那我们就先保存它。好，保存。按我们的一个右上角这个地方保存。好，这个地方保存。OK，保存完之后呢，我们就退出。好，保存完之后我们就退出。好，那我们退出之后呢，我们还是同样会在我们灯光的模板这个地方，好，我们有看到两个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之前调整的，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调整的一个效果。刚刚调整的一个效果。OK，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对比。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我们的一个3D 切换回我们的一个3D 模式，在这个地方切换回我们的一个3D 模式，在这里切换回我们的一个3D 模式。3D 模式，好，3D 模式。好，切换回我们的一个3D 模式。那我们
在角度这里的话呢，我这边也提前有帮大家设置好了一个角度的哈。那我们现在先选一个哈，第一个角度哈，第一个角度，好，第一个角度。好，先选第一个角度，然后呢，我们来对比我们那个灯光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哈。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把我们刚刚的一个参数给它选对。好，第一个是极速光值，然后呢，构图比例的话呢，我这边设定的是一个16:9，好，一定要选十六比九哦。好，选十六比九，对，看起来的空间会更大气一点哈，十六比九。然后呢，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话呢，我们就选择 4K，好，选 4K，因为呢，我们极速光子的话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你直接选 4K 就可以了。对，因为呢，我们渲染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哈，选择 4K。好，然后呢，我们的模板的话呢，也是要选择一个我们的一个暖光摇摆，暖光摇摆，好，因为呢我们要做一个对比，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原来的模板跟我们刚刚新的那个调整的模板哈，我们要一边出一个图去做一个对比。好，暖光摇摆，然后呢我们会在外景的这个地方哈，在外景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一个纯白色。因为这样的话呢，对比会更明显哈，会更明显一点，会更明显一点。OK，那窗外景的话呢，就大家后期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哈。那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的话呢，我会用白色会偏多，因为呢，为什么会用白色偏多？因为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窗外的景色啊，它如果一旦就比如说我们场景里面的一个颜色哈过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啊，那如果呢我把窗外的景色换成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景色的话呢，我就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影响我们里面的一些颜色了。对，窗外的景色它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画面的哈。所以呢，当大家没有想好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窗外的景色，我们要用哪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先用白色哈，没有关系的，先用白色。因为说用白色的话呢，我们就会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OK，那我们就先选择一个白色。好，选择完白色之后呢，那像我们后来，像我们底下的这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呢，底下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因为之前这里的话呢，也有帮大家有稍微也有开过了，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去设定了，比如说我们太阳光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开了之后就可以了。那开完之后呢，太阳光开完之后呢，我们要到2D 这个地方哦，要去检查它照进来这个角度哦，这个也非常重要哦哈。比如说现在太阳光已经开了，开完之后呢，我们要去到2D 这个地方2D 这个地方，我们要检查到我们的太阳光照进来的一个角度，照进来的一个角度。这个非常重要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照进来一个角度。对，正常来说，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场景的话呢，正常来说我们都会照进来会偏床尾一点，会比较好看了，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偏床头的话呢，按我们刚刚的那一个角度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哈。那我们就偏床尾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先把我们的一个太阳光调好。好，那我们调整好太阳光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3D 这个页面这里。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准备去提交好我们刚刚设定好的这一个模板了哈。对，这个呢是没有任何调整过，它就是它原来那个模板原来那个模板。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先选择第一个视觉，我们就选一张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对比而已啊。好，OK，那我们现在就选我们的第一个角度就可以了，选一张，然后呢，我们再按我们的一个确定，submit，哎呦，提交它。这个是原来的这个是原来那个模板。
好，那我们提交完原来那个模板之后呢，我们再提交一个我们刚刚自定义的那个模板，在这个地方，好，灯光模板的这一块，灯光模板这一块，那我们选择回我们刚刚自定义的那一款，其他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有设定过了哈，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调整了。好，那我们直接把模板好换回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一个，在这个地方啊，设定的那一个这里，好，设定的这一个。好，那我们同样也是哈，选择这里，再提交一遍。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提交了2张图哈，一个是原来的灯光模板，一个呢是我们刚刚有调整过的一个模板。对呀，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图册这个地方哈，我们去等一下我们刚刚的这2个效果出来。对，稍微等一下，可能也是1、2分钟而已，很快我们就出来了这个地方。对，因为呢，我们是同一个时间哈，我们同时提交2个不同的模板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容易哈看出它们的一个效果，好去做一个对比。大家都有提交了吗？刚刚都有像我一样提交了吗？Hello Hello，大家都有成功提交了我们这一个渲染了吗？那我这边2个的效果都已经有出来了，2个图的效果都已经有出来了。
好，大家刚刚提交的那个效果图有出来了吗？Hello，大家提交的效果图有出来了吗？OK，好，好，那有出来的话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两个图的一个区别哈。那我们呢，现在看到我们右上角这个图哈，右上角这个图，然后呢就是我们原版的，就是我们原版那个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原版那个图的话呢，因为它的灯光比较多，然后呢，你看它的面积也比较偏黄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它会比较亮一点。那我们调整完之后呢，在左下角这个图的话呢，你看左下角这个图的话呢。我们要把灯光的一些模板减小了一点，减少了一点，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两个对比，我们最明显就是我们床尾的这个位置啊，床尾这个位置啊，你看它的对比就很明显了，它没有这么多的灯光，所以呢，我们这个图的话呢，就稍微会偏暗一点，就稍微会偏暗一点，上面这个的呢就会偏暖一点，暖一点。好的，然后呢，我们感受完我们这两个图的一个对比之后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灯光模板哈编辑的这一块哈，编辑的这一块。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我们这个叫做出土的一个角度哈，出土的一个角度。这个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点点讲究哈，出土的一个角度。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先回到我们这个软件哈，回到我们这个软件这个地方啊。回到我们软件这个地方，好，回到我们软件的这个地方哈，大家跟我的步骤哈，回到这个地方，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出图它的角度，它会有什么讲究呢？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镜头的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右下角这个地方，我们在出图的这里啊，在相机视觉的这个地方，我们在上面一点点呢，它会有一个叫做镜头这个地方哈，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叫做镜头哈，镜头。你看它这里的话呢，它正常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标准，哈，有一个标准，我们也能把它拉成一个广角，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人眼，就更近一点，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对，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因为呢，比如说我们正常出图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鼠标哈，我们去拉近拉远，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去拉近拉远这样子，但是的话呢，我们的鼠标拉近拉远的话呢，跟我们这个镜头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广角一点的话呢，你看我们镜头拉，我们呢往后，比如说像这个场景，我们往后拉，顶多只能拉到这个地方，已经是镜头了。那如果呢，我们用上面镜头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广角的话呢，你看。它可以无限放到这么广，它可以无限放到这么广。你看，它可以放到这么广，哈，这个呢就是我们镜头的这个作用哈，镜头这个作用。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一些小空间啊，比如说有一些厨房很小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出。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出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只能卡一边啊，怎样子？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知道这里的镜头可以调的话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以遇到一些小空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往后拉，往后拉，它就是一个广角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算我们的厨房再小，我们往后拉出一个广角的话呢，我们看起来我们这个厨房呢也是会比较完整一点点的啊，完整一点点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镜头的一个作用啊，镜头的一个作用，往后拉是广角。然后呢，现在教大家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出图的时候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场景，那如果我们在标准的镜头里面呢，像我刚刚出图啊，大概是这个视觉，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图啊，大概是这个视觉。你看，大概是这个视觉，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呢是正常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镜头，标准的一个镜头。但是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在出图的时候呢，我们的这里的标准啊，要尽量往前拉一点点，往前拉一点点，往前拉一点点。因为呢，我们呢往前拉一点的话呢，我们展示的话呢，啊、按我的理解的话呢，我就把它统称为，如果我们往前拉一点点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产品的一个视觉，产品的一个视角，它这个地方往前拉一点点。因为呢，你看我们往前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产品啊，你看它就会展示的会更多、更宏观一点，我们的产品，哈，产品会宏观一点点。特别是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如果客户只做一个电视柜，对吧？那有时候呢，我们去打角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怎么打，我们就要做一个电视柜旁边都会比较空空的，比较空空的。那如果呢，我们用这一个方式来往前拉的话呢，往前拉一点，点，就算它只有一个电视柜的话呢，我们呢把它出图的时候呢，我们把镜头往前拉，它变成一个更近一点的一个视觉的话呢。它也会把我们整体的一个展示啊，会展示的更清楚一点，整体的一个展示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我们把这一个往前拉，你看往前拉，往前拉完之后呢，我们再往后退，就是我们再移动我们的一个鼠标往后退，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哈。所以呢，我们的鼠标往里往内的话呢，它只是对我们这个场景啊有一个移动的一个作用而已。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景深的一个作用呢，还是会通过我们这个镜头这一部分呢去调整哈，镜头这一部分去调整。对，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一个视觉，像这个视觉的话呢，你看我这里呢也是有拉了一点点的，拉了一点镜头的，我们会往前调整一点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镜头往后拉到标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完整。那我们呢就会把这个视觉呢，我们会偏空间一点点，
就是标准的话呢，我们的一个视觉就会偏展示我们的空间多一点点。那如果我们想要展示产品多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就记得要往前拉哈，差不多你看我们就以60作为一个标准好了。你看大概我们拉到一个60，那我们的一个那我们一个出图的一个展示的话呢，它就会非常的完整了，就只是展示我们产品这一块很完整。而且呢，我们出图我们的一个效果也会更好，出图的一个效果也会更好。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有时候那边有用一些3D 做的图啊，或者用一些其他元件做的图啊，会比较好看。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他们有调整了我们这个出图的一个镜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产品，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些设计的类型，那为什么别人出的图会更好看？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镜头的这个出图的一个作用。哈，像我这个空间的话呢，你看每一个出图的一个角度，每一个出图的一个角度，我都是有往前拉了一点，所以呢，它就会展现了一个叫做产品的一个视觉，看产品的一个视觉，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出图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技巧。好，那以后大家就一定要记得了哈，这个呢就是出图的一个角度，出图的一个角度。OK，那大家刚刚都有感受过了，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灯光的模板，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我们刚刚那个出图的一个角度。OK，那大家刚刚听完之后呢，对于我们刚刚的一些模板的编辑啊，或者我们出的一个角度啊，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或者想问我的？有吗？有吗？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大家有听到吗？OK，好，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先打开你们认为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按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的一个模板跟我们出图的一个角度哈，我们去做一个练习，去做一个练习，去做一个练习。OK，好，大家呢就可以用之前做过的一些案例用之前做过的一些案例认为大家哪个空间认为自己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按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灯光的一个模板，然后呢包括我们出图的一个角度，好，我们去做一个练习，去做一个练习。去做一个练习。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设定好跟出图好之后呢，我们呢就把我们的那一个效果图发到我们这个会议聊天这个地方，发到我们会议聊天这个地方我们呢就把它是因为现在是大概10点半多一点点，那我们大概11点好吗？我们是大概十一点大概十一点。我们所有人呢就把我们刚刚有做的一些灯光模板出图的角度我们就我们就每个人都发1张或者2张，然后呢到我们这个会议聊天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大概十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去给大家做一个，去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或者大家互相交流一个环节了，好吧？我做工啊，所以不一样。你想说呢？嗯。
Hello，Hello，啊，大家都有听清楚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OK，那我们呢就用自己的一些作品去按我们早上学到的一个灯光编辑，然后呢，我们等下呢就把我们大概11点前好吗？我们就把图发到我们这一个会议里面然后呢，我们大概11点左右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分享或者交流这样子啦。嗯。好的，然后呢，我这边也是全程都会在会议里面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沟通随时跟我沟通没问题。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是先做我们这一步咯。
Hello，大家的图有做好，有人做好了吗？可以发到会议聊天那里让大家看一下吗？Hello，Hello，有其他同学有做好那个图了吗？还是时间不太够啊，还没有调整好啊？嗨嗨，你可以先发上来让我看看哦。
真的有点白耶。你那个参数用了什么参数啊？你可以截图发下来看看吗？你有选的那个暖光有白吗？可能这一个跟你的环境色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哦。因为呢，你现在的环境色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偏白的，那可能你的参数有一些呢要偏黄一点。如果我们同样都是这一个模板的话，你可能有一些参数啊，比如说像这些参数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些参数的话呢，可以稍微更黄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像这个灯光啊，像这个灯光啊，稍微偏黄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哦，看着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感觉也算偏白，是不是？是，效果还不错啦，但还是稍微有点偏白了，偏白了。这个角度就还好，这个角度就还好，这个角度就还好。对，因为呢，我们每一个调整出来的一些方案的话呢，还是会啊、就是我们每一个灯光的模板的话呢，还是会根据我们的一个方案呢去做一些变化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早上刚刚学的这一个的话呢，比如说像我这一个的话呢。像我这一个的话呢，因为呢，我的所有的环境色啊，你看它是偏木纹的，它是偏木纹的，所以呢，我设计灯光稍微白一点点的话呢，我们的出来的颜色的话呢，它会倾向于这种，它会有点倾向于这种。它就会有点倾向于这种，可能跟我们这个环境色会有点影响的哦。那如果我们的那个眼镜色，我们这个环境色啊，比如说像这种类型啊，它偏白的话呢，那我们的一个参数的话呢，可能就要偏黄一点，我们里面的有一些颜色，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去调整哈，尝试一下这样去调整哈。好，还有其他的同学要发上来吗？我们的一个灯光参数。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自己调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发到各自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商品的那个群组那里也可以，我到时候也会看到的哈，我到时候也会看到的。OK，那剩下的同学的话呢，我们把各自的灯光的参数调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发到各自的那个工作群那里哈，我都会看到的，我都会看到的。然后呢，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哪里我们会有需要调整一下这样子。对，其实关于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下午的话呢，它还会有一个。还会有另外的一个调整哈，还会有另外一个调整，就是我们的灯光的一个编辑的一个技巧，灯光编辑的一个技巧。好，那像这个技巧的话呢，像我们刚刚发到群里那些效果图，无论你是偏白还是偏黄，好，我们用这个技巧，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
好的，那剩下的各位设计师的话呢，我们把自己的灯光编辑完之后呢，我们之后就发到各自的工作群那里哦哈，发到各自的工作群那里，然后我会看到的。OK，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上午的这一个灯光的这个教程呢，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呢，我们下午呢，我们会教另外的一部分，好，会教大家另外灯光的一部分。好的，那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哈。OK，好，那我们下午的话呢，我们2点钟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对，因为呢，我特意没有说把课程安排的很满，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稍微练习的一个时间会更好，就对于我们实际的理解会更好一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同一个场景，就不同的场景我们的参数可能也要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如果你场景是偏白的话呢，那我们设置的那些灯光的话呢，很多的参数呢，我们就稍微偏暖一点点。那如果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场景是偏暖的话呢，那我们的灯光就可以稍微调冷一点。对，但是现在大家的话呢都知道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编辑到我们这个灯光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午的课程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哈，那我们下午再继续其他的一个模块。好的，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拜拜，拜拜，好，上午辛苦辛苦大家啦，好，我们下午再继续，好，不客气，谢谢，我们下午见喽，好，下午见，拜拜。